渔船似乎捕到了什么大货，下一秒船身竟猛地一沉，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拖着往海底拽去。此时船尾已经被海水淹没，短短几秒，大半个船身就被拖进了水里。渔民们还蒙在鼓里，不知道渔网竟逮到了一艘核潜艇。核潜艇内观察员侦测到异常情况，他猜测挂到了一艘渔船，但船长却不以为然，反而下令迅速离开。被拖拽的渔船以超光速向后退去，在这样的极限速度下，渔船的引擎早已超负荷运转，眼看就要爆炸。大量海水突然涌入，导致渔船又开始急速下沉。核潜艇的监测屏上代表渔船的光点正急速下降，船员再次恳求船长上浮。What kind of size trawler? It's maybe 6 crew. Is it us? Don't know No, why. we don't have time. Could it have been another submarine? If it was. 就在船员极力恳求船长时，小伙终于找到了记忆中的277号电线杆，想起父亲曾在附近建造过小屋，里面很可能存放着救命的物资。正当他朝着印象中的方向奔跑时，却不知追杀他的老头早已发现了他的行踪。起初老头以为这只是垂死挣扎，并未在意，但转眼间，只见小伙突然如获神力般加速狂奔，紧接着纵身跃入一个10000米深坑。眼见猎物从视野中消失，老头怒气冲冲地发动越野车追了上去，决心要给对方一个教训。阿伟听到引擎的轰鸣声后，意识到自己已被发现，他匆忙躲进一片草丛，却惊喜地发现这里正是父亲小屋的入口。扒开洞口的石块后，他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，来不及喘息，他立即用脚猛踹支撑洞口的木板，必须在老头赶到前封住入口。随着汽车声越来越近，阿伟知道时间紧迫，为求活命，他使出浑身解数，奋力猛踹。经过不懈努力，终于在老头赶到前成功踹断木棍，将入口彻底封死，暂时脱离了危险。男人将传送门固定在车底，下一秒木板突然显现，翠花迅速撬开木板，小美毫不犹豫地钻入车厢。虽然车内满是琳琅满目的珍宝，但小美却对这些毫不在意，径直蹲下身开始行动。正当她准备收起工具时，不料幸好小帅及时用脚勾住传送门，才没有被发现。翠花急忙将小帅拉回隐蔽处。保镖虽注意到异常举动，但未深究。小帅趁机靠近马车，突然惊见前方出现100吨巨石，小美立即用尾巴缠住飞棍稳住身形，巧妙化解危机。随后让同伴用传送门修补马车破损处，并用画布巧妙遮掩。原来这批宝物正要运往首富的藏宝库，他们的计划是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走全部珍宝。然而当众人再次开启传送门时，却震惊地发现放在一旁的魔法门意外倒地，导致传送出口竟变成了地面的普通石砖。男人将传送门固定在车底，下一秒木板突然显现，翠花迅速撬开木板，小美毫不犹豫地钻入车厢。虽然车内满是琳琅满目的珍宝，但小美却对这些毫不在意，径直蹲下身开始行动。正当她准备收起工具时，不料幸好小帅及时用脚勾住传送门，才没有被发现。翠花急忙将小帅拉回隐蔽处。保镖虽注意到异常举动，但未深究。小帅趁机靠近马车，突然惊见前方出现100吨巨石，小美立即用尾巴缠住飞棍稳住身形，巧妙化解危机。随后让同伴用传送门修补马车破损处，并用画布巧妙遮掩。原来这批宝物正要运往首富的藏宝库，他们的计划是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走全部珍宝。然而当众人再次开启传送门时，却震惊地发现放在一旁的魔法门意外倒地，导致传送出口竟变成了地面的普通石砖。回去请你们喝酒。举币！话音未落，那对姐弟便已中枪倒地。眼看小男孩尚存气息，旁边的胖子急得团团转，但强哥清楚这是狙击手的圈套，专为引诱他们前去救援。你们再不上，孩子就死了！随着这声呼喊，老奶奶刚冲出去便应声倒地。与此同时，小美抱起男孩就跑，下一秒却被击中腿部，连怀里的孩子也未能幸免。面对如此绝境，强哥也束手无策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远处的狙击手并未立刻击毙小美，因为他身上带着黑老大的犯罪证据。对方此举正是要阻挠他们撤离。等丧彪带人赶到救全完了，生死关头，强哥不得不做出一个冒险的决定。接下来的场面可谓惊心动魄。这部今年新上映的国产动作犯罪片，尚未观看的观众不妨找机会欣赏全片，相信会带来不错的观影体验。劫匪在撒尿时，意外听见老大竟要黑吃黑，吃人分什么钱？但躲在暗处的小帅并未声张，而是在丧彪的子弹上做了手脚，随即找到唯一信得过的兄弟，刚要开口告知此事，交枪分钱。丧彪突然当众清空弹加以表诚意，小帅顿时慌了神，这下他再也分辨不出哪颗是被动过手脚的子弹。很快所有人都被灌得烂醉，小帅佯装喝醉瘫在远处椅子上。眼看时机成熟，丧彪开始装填弹药，可6发容量的弹夹，小帅只听见他上了5发子弹，男人顿时惊慌到极点，
只能祈祷那颗做了记号的子弹已被装入。还等啥呢？快点儿！绿桃人家催我。很快，丧彪就站到了他身后。老爷不好，老爷不好，老爷不好！幸运的是，女人被空调外机接住，这才保住了性命。但此刻没有什么比女儿的安危更重要。小美强忍着疼痛站起身，拼命扒开校工的窗户。她刚艰难地翻进屋内，后脚男人返回了楼下。浑然不知情的女人仍在焦急地寻找女儿的下落，完全没有意识到校工正在快速逼近房间。好在及时听到脚步声，她侥幸在校工打开肛门的瞬间躲到了床底。正当小美吓得浑身发抖，不敢发出一点声响时，手机却不合时宜地响起。她慌忙按掉电话。屏息看着男人径直走进屋内，所幸校工只是进来更换衣服。但就在他刚松口气时，意外再次发生。男人突然弯腰捡拾地上的钥匙，眼看就要发现床底的异常，小美惊恐地蜷缩身体，却已经退无可退。关键时刻，房门被敲响，校工见状赶忙去查看，小美这才逃过一劫。就这个大金穗儿的我颈椎生。你这样子，别说拴人了，拴狗都合适啊，世奇。是呀。稍等，银行打电话求着您存钱，但是电话打不通。看看咋回事，是不是欠费了？是。充上。充多少？充满。打得太厉害了，电话费都能充满。我这次扮演的呢是您的集团 CEO， 负责安排您平时的行程。这位是您的司机姚克。这豆豆演我爱人。FaceTime。小秘书。除了豆豆的身份以外，您其他还满意吗？满意，我这是特别满意。好嘞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尤其对这车特别满意。我要是能开这车送外卖，那就送不了。这车送您回家，绝对让您把面放住。让你们村那人啊，不离这车远点，不然哥们我就折了。那你放心，这不必须的吗？哎呦我去！走。你看看这是你们村吗？这你们村都是做什么的呀？据我所知，都是务工人员啊。那人家怎么能悟成这样？你怎么就悟成那样？是悟了。嘛呢？干嘛？离我车远点，万花的赔得起吗？哎，走，赶紧！我去！停着，别走啊！吓我一跳。二爷，站着！哎，回来！哎，二爷，等，这车太贵了，你回去。好的，是的。哎，你大爷！大爷早就死了，这是二爷。主儿，咱每辆车都这么接吗？太累了，这也不是都挣钱。宁可错杀1000，不可放过一个。万一有一个是真的，那咱厂不就有投资了吗？是。加一辆快马哥。谁开的？大头哥。欢迎，大头回家乡。大头啊，你还认得我没？我是你叔啊！你小的时候我倒插门到你们村，我是你叔。哎呀，那全村的孩子有一个算一个。又说我最有出息。哎，蔡总，你家人来接你了吗？没来呀。那个今年你也是一个人回来的啊？我这大家大业的，怎么可能自己回来呢？来到。こんにちは。I'm fine, thank you, and you? How are you this night？这日本的车挺大。行了啊，让香英们散了吧。今年这装备肯定是我最好。对。大佬，还是啥呀？大佬啊！冯哥这个大佬，欢迎。
我天，你听那车名，我血压就上来了。你回家吃饭吧。欢迎，家的回家家，欢迎家的回到家乡，欢迎我们都是朋友。你现在挺客气，主要你这气质太硬了，给我慌着了，使了个吊凳。小船呢？这车船都回来了，我是你徒弟，还认得我们？安口啊！哎呀，小船呢？你看在外漂泊多年辛苦了呀。叔啊，哎，你对我这么好啊，我有点不太习惯呢。哎呀，这话说的，你慢慢就习惯了，你看真是。你忘了当年你拿着笤帚疙瘩满村追着我打的事了？那不是为了打给我家孩子看的。再说我也没真下死手，这贵的没呢。这是谁家的宠物啊？这怎么还往车上爬呢？什么品种啊？哎呀，儿媳呀！山子，好久不见呐！你好啊，师姐啊！真师姐，你不不回来吗？啊，你穿的人五人六，你搁那嘚瑟啥呢？你回不回来我还得让你批准啊！啊，莎娜，我告诉你，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条绳的蚂蚱，都别太过分啊！你别嘚瑟。怎么样？这就是我家。小山子，可回来了！干爹，干爹，你有钱的儿子回来了，你怎么不上村口接我去？没空喂牛。哎，你这车可当我牛棚了啊！你知道这车多贵吗？劳斯莱斯还当你那玩意儿了？贵？咋的？牛能耕地，他能吗？爸，你明天把这车套上个犁，哎，他比你这牛能耕。别介，我来耕，我比牛能耕，体力活我都包了，还累点车。你要是知道厂长给你备的年货，你一定感动的要死，都给你装车上了。什么？看，都是死狗。这家伙跟这哼哧干什么？我非得快结扎了。这是给你整一个涡轮增压呀，这是。叔这样好不好看？废话，劳斯莱斯标能不好看吗？孩子什么都不懂。我站着！这是我孙子。小婵，山哥，你还记得我呀？我还以为你早就把我给忘了呢。我怎么能把你忘了？我的心一直惦记着你。既然你心里一直惦记着我，咱们今天就把事给办了呗，省得夜长梦多。开始了。今天我特别激动，没想到这么多年了，小婵心里一直都惦记着我。我更没想到，今天我能把这个事儿给办了。谢谢你们。你个证婚人说那么多废话，这凉菜都放热了。今天呢，这小婵呢让我当这个证婚人呢，说明我在小婵心目中的地位还是很重的。还是信任你啊！啊，是，说的太好。什么叫格局？这就叫格局。自己当初的初恋女友结婚，自己亲自过来当证婚人，心多大？小婵，那个童哥，你看你俩现在在外面的发展的这么好，你俩在外面到底是搜什么？uncle，准确的来说，我就是结合了线上线下的资源置换，人类必需能量物品的安全转移师。你呢？
特殊保全编外部门关于预防和维护和谐社会治安管理工程指示。太厉害了，忒厉害了！那干你们这些事儿挣钱吗？就这么跟你说吧，uncle，我的这个固定资产足以撼动东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金融。这么厉害？我这个人呐，可能在经济这一块照乔总略逊一筹，那是因为我这个人爱养生。来，菜子，给哥捏捏肩。就最近一段时间啊，就感觉颈椎不太好，为啥呢？就这个大金穗儿的我颈椎生疼。哎呀，晃瞎了眼睛看不清了。哎呀，你这链子别说拴人了，拴狗都合适啊，这些。等，银行打电话求着您存钱，但这电话打不通。看看咋回事，是不是欠费了？是，充多少？充满。打的太厉害了，电话费都能充满。来吧。呀妈呀！这是哪个国家打来的呢？好像是这个第二排的这个。意大利。喂，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，可否给有钱人一点私人空间？谢谢。赶紧的，乔总，推销电话。哦，不管你推销什么，我都要。哦，哎呀，听你俩聊天，这个刷抖音一样开心。来，再敬一杯，再敬一杯。来，各位亲朋好友，我们2位新人来向各位敬酒。老公啊，太激动了，不好意思，我给介绍一下，这一桌呢都是我从小长到大最好的朋友，专程来参加咱们婚礼的。来，敬大家一杯啊！恭喜啊！你看你这么年轻，你家人老公这得啥病了？这没病，就是懒。以后就是自己人了，有事吱一声，我不会不办。在这屯子里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。那老弟儿，你这话唠的哥听着就不舒服。这大家大业的，谁插你的快毛毛的呀？啊！你下次你来城里边，你给聪哥打电话，聪哥把事儿给你摆明白的，好吧？就别下次了。这次的婚宴你就安排了呗。哎，你这是说什么呢？你这，人家这是婚宴对吧？这不合适啊。合适。各位乡亲父老，今天我婚宴所有的消费由大鹏哥买单。来，给大鹏哥点掌声来！好，大鹏哥好棒！这下他出去。大鹏哥，别等事，快点吧，我看这个。来吧，鹏哥啊，有实力啊，大鹏哥。鹏哥，有实力啊！乡亲们，有些人呐，是村里边生出来的，没见过啥大事，但是可能后来呢，偶尔有一个机会进了一趟城，再回来人可是不一样了。哎呦，什么话都敢说呀，那有让他催的呀，要把话费充满啊！哟，生意遍布整个东南亚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那可真是不要个脸呐！哎，太好了，这个人呢，就在咱们村里边就有这么一个啊！哎，你想不想看？就是他！女孩当庭指控老师侵犯了她，岂料男人不仅不收敛，还露出一脸回味的表情，甚至手上还做着下流的动作。这一幕正好被他的委托律师看到，小帅死死盯着男人，见丧彪竟露出惊恐的表情，他顿时明白女孩的控诉绝非诬告。眼看自己被辩护对象欺骗，小帅瞬间上头，面对对方律师的逼问，他只能向法官申请暂时休庭。Lomax, Lloyd, as your attorney, I'm advising you to keep the fuck away from me. 小帅根本不想为一个人渣辩护，可一旦这场官司失败，他的不败神话将会就此终结，身价也会随之暴跌。就在小帅陷入良心和荣耀的纠结时，不料对方律师突然发出嘲讽 Rumor was you were out wandering in traffic. I got a 4:30 deadline. Praying the victories would come to an end in this courtroom. 男人讥讽的话语深深刺入小帅的脑海，他不想赢这场官司，但他也不想输。经过小帅再三的深思熟虑后，他终于做出了决定。老大掷出武器斩落战马首级，目睹艾玛被杀，小伙立即翻身与敌人展开激战。刚解决完眼前的敌人，第二道暗器便呼啸而来。
小伙敏捷闪避，同时用力拉扯绳索，不料敌方老大猛然转动武器，暗器顿时从地面弹射而起。小伙顺势将绳索缠绕在臂间，一步步向对方逼近。此时一名敌人趁机偷袭，利刃刺穿小伙衣袖，将他定在原地。危急关头，小伙咬开行囊，一脚将跌落的刀鞘踢向敌人。受惊的战马四处狂奔，将敌方老大从马背上拽落。小伙也被绳索牵引着向下翻滚，人马一齐顺着斜坡急速跌落。所幸小伙及时稳住身形，此时方丈赶来催促他撤离。小伙正要脱身，敌方老大突然从旁杀出，险些削掉他的脑袋。招招致命的攻势让失去武器的小伙难以招架，被打得节节败退。眼见敌方大军即将合围，小伙迅速拾起武器反击，趁对方阵型未成之际，一脚踹翻敌方首领，飞身上马疾驰而去。哇哦！这是一场针对总统的精密刺杀，雇佣兵混迹于人群之中。当卓哥察觉异样时，以为时过晚，狙击手扣动扳机，目标应声倒地。更令卓哥震惊的是，身旁的同事突然倒戈，原来他们早已与雇佣兵勾结，意图将刺杀总统的罪名嫁祸于他。所幸卓哥凭借敏捷身手逃过一劫。作为顶级保镖，卓哥拥有丰富的单兵作战经验，即便面对数百名身经百战的雇佣兵追击，他依然能从容应对。丛林正是他最熟悉的主战场，各类野战技能在此刻展现的淋漓尽致。见卓哥如此骁勇，雇佣兵头目便将目标转向其女友，在卓哥家中埋伏重兵，甚至部署了顶尖狙击手守株待兔。但这等雕虫小技岂能瞒过卓哥的双眼？下一秒，卓哥竟从地底破土而出，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决骤然展开。这是武术冠军赵文卓领衔的最新动作电影，喜爱该类型的观众不妨一看，相信不会让你失望。宫女冯苑正躺在石板上欣赏自己的双足，不料被闲逛的太子撞见。太子挥手平退随从，饶有兴致地走到他的脚边。冯苑吓得急忙起身藏起脚丫，跪地行礼。有着恋足癖的太子由衷赞叹：“你这10个脚趾像雪白的莲子，脚心呢，白若豆腐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脚，真是可爱极了，看得我都有点头晕了。”这般直白的夸赞让冯苑面红耳赤。没想到太子竟对自己的玉足如此痴迷，未飞上枝头变凤凰。冯苑特制了一双拖鞋，方便展示玉足。很快机会来临，他在太子必经之路假意撒茶，惊慌跪地求饶时故意露出双足。原本要杖毙他的太子，一见玉足顿时消气。哼，是你呀！本王要好好的惩罚你。次日，冯苑竟被册封为侧妃。渔船似乎捕到了什么大货，下一秒船身竟猛地一沉，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拖着往海底拽去。此时船尾已经被海水淹没，短短几秒，大半个船身就被拖进了水里。渔民们还蒙在鼓里，不知道渔网竟逮到了一艘核潜艇。核潜艇内观察员侦测到异常情况，他猜测挂到了一艘渔船，但船长却不以为然，反而下令迅速离开。被拖拽的渔船以超光速向后退去。在这样的极限速度下，渔船的引擎早已超负荷运转，眼看就要爆炸。大量海水突然涌入，导致渔船又开始急速下沉。核潜艇的监测屏上代表渔船的光点正急速下降。船员再次恳求船长上浮。What kind of size trawler? It's maybe 6 crew. Is it us? No, we don't have time. Could it have been another submarine? 就在船员极力恳求船长时，